大家好，比特币这2、3年，希望同是延缓止损的家人们多买比特币，不要看空 BTC。现在世界清算银行是警告，很多国家货币主权已经慢慢被摧毁，包括人民币。反正无关政治哦。美国拥抱比特币，又支持稳定币，打出的这一张牌，就像上个世纪的美元金本位，现在是美债稳定币比特币本位。有可能将来会金融殖民全世界，所以比特币我还是坚定不到30万美元，我不会平仓多头的利润。等下来聊一聊4到5条利好。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推特上面世界银行发的这一个观点，也就是日益增长的 stable coin 稳定币可能会削弱外汇法规，并威胁货币主权。所以经常跟朋友们提到，金融投资10几年悟出的一个道理，金融最顶端的东西是货币。2021年中科院战略研究院曾经就建议要主动将比特币纳入我国的外汇资产储备，但是高层没有重视，这是多么高明的一招！全世界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印钱的权利。欧美的财团曾经说过，只要让我控制货币发行权，谁当国王无所谓哦。因为货币才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你去思考一下，一个国家有多强，看的是什么？是军队没错，那军队是怎么来的？打仗打的不是人命啊，打的是钱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就这几年，反正不管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或者是中东的局部战争，或者是印度跟那一个巴基斯坦，比特币还不是照涨不误。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也是跟大家讲过，比特币是傻瓜式的一个投资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为什么2022年的时候，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抄底。2024年的这个位置，当时就计划比特币要产量减半。历史上有利好或者是产量减半都知道，挖过矿的朋友都知道，产量减半成本就会提高1倍，那主力肯定会提前来炒作，而且炒作的时间，它这个财富密码就是518天，从2024年的这个位置产量减半，那518天之前这个15K 的底部，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是在上一次比特币在上一次的这一个产量减半，时间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再画一个时间，同样也是518天，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2019年$3000的底部。那我们再看一下更上一轮比特币产量减半的这个位置，时间你同样拉到当时比特币在2015年$160的这个底部，时间同样也是518天。所以我们看了比特币历史上的这一个周期循环，或者是在产量减半之前底部买入的位置，518天之前你买完以后你就无所事事啊。等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后，你再去计算它顶部的时间，2016年这个位置减半之后，或者是上涨到顶部的时间，这个顶部的时间518天，财富密码我要发。或者是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时候，这个位置产量减半，涨到2021年69K 的顶部，也是再涨了518天，底部买，等518天产量减半之后，顶部去买，中间过程无所事事啊。或者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比特币，是不是在遵循这个周期？反正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如果比特币在10月份的时候，如果在某一个高点的位置，价格如果来到非常非常高的位置，或者是在这边跟大家讲，反正我个人是计划，比特币如果超过30万美元，5万以上做多的比特币的所有多单，我会准备平仓。所以我们分享了比特币周线的这一个我要发的财富密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另外一张图表，这一个 stable coin。我们切换到推特上面有看到的这则消息，也就是泰达公司 USDT。就今年的1月29号以来，泰达币是在链上，反正继续发行了接近220亿的这个 USDT。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哦？
就是资金不断的在扩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比特币周线的图表，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你看到这种 USDT 不断的增加，有可能比特币的牛市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因为我们看一下2015年的时候，这个 USDT 反正不断的在增加，比特币的牛市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所以比特币目前涨到12万美元，或者是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你如果是新的投资者、新的资金，尽量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但是不能没有仓位啊，因为还有一则利好的消息，就是鲍威尔有传闻他可能是要离职。那离职的话，后面美联储是不是就要开始降息了，或者是大刀阔斧？如果资金泛滥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整个市场会不会热血沸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更好的消息，比特币 ETF 最近机构已经是连续2天10号、11号买入的金额是超过10亿美元，当天超过10亿美元，这种是什么情况？当然，目前的有些贪婪指数也是有朋友在讲，贪婪指数是有一点高，所以我个人观点，你尽量控制好自己的头寸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消息，美国参议院或者是美国是批准了对乌克兰。最近是经常有看到一下子什么3亿，一下子5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我的观点，反正这一个钱要从哪里来，肯定是继续印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这2天是有提到12万美元的比特币有可能会盘整，不过也不确定这个位置它会不会有回撤，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一样的观点我们不管12万美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盘整，你从这个旗形上涨的高点到这个旗杆启动的 75K 的低点，然后把这个旗杆移到也就是这个 98K 启动的低点，有可能比特币下一个上涨目标会在15万美元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以太坊有可能也是在盘整或者是支撑，目前不修正。不过有些朋友是在问以太坊上涨目标会到哪里，这个位置我们来猜一下，看一下以太坊的周线。我们看一下，它这边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箱体盘整，或者是上方也是同样一个箱体盘整的区间。那价格几次跌回来，或者是能翻到这个箱体，或者是现在已经是翻到这个箱体的压力。反正我是相信，回到这个箱体上面的高点，全部都不是高点，肯定会突破，或者是这个以太坊4000美金的高点。那既然这个4000美金的高点，我是相信下一步以太坊历史新高，未来我们尽量历史新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以太坊1万美金以后再考虑要不要卖一些以太坊的现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狗狗币可能也还是在盘整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短线的支撑，也就是这一根 K 线，因为上灯芯下灯芯，那代表这个位置狗狗币有可能短期多空分歧比较大。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